客栈里，蓝忘机靠在床头，怀里抱着魏无羡。魏无羡先前大哭特哭了一场，现在似乎哭不动了，只一阵一阵的低声抽泣。蓝忘机缓缓地扶着他的背，给他顺气，感觉怀里的人微微动了，用头蹭了蹭他的胸膛。魏婴。魏无羡把头深深地埋在他的胸口，声音闷闷的：“那个男人怎么样了？”江宗主让人看着了，具体再查。这么多年，魅姬动用邪术，是只造了一个，还是有多个这样的人作为灵力供给？还须得好好排查。过了会，他又道：“灭灯吧，蓝湛。”为何？魏无羡在他怀里扭了一下，道：“我现在哭得丑死了，不想让你看见。”蓝忘机抬起他的脸，轻柔地给他擦掉脸上的泪痕。不会。说罢，亲了亲他哭得都发肿的眼睑，再道：“还是好看。”韩光俊也会说情话了。魏无羡垂着眼帘，良久道：“我看到了，金子轩和师姐真的是我。”魏婴，事出必有因。蓝忘机的声音冷冷清清的，但坚定无比。魏无羡抬起眸子看他，亮黑的眸子里又染上雾气。好奇怪啊，蓝湛，你这么说，我就真的觉得是这样。我信你，你不会。蓝忘机吻过他的眼角眉梢，细密的吻落在他挺翘的鼻梁，小巧的鼻尖，线条好看的下颌，轻轻柔柔的给他无声的安慰。魏无羡回抱着他：“蓝湛，幸好有你唤我，我差点就出不来了。”一会，他又问：“蓝湛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你是怎么出来的？”蓝忘机将他抱得更紧了。魏无羡抬起头看他，惊慌道：“是不是我做了神？”蓝忘机摇摇头，在他额头落下一吻，缓缓开口：“他说你不喜欢我。”胡说！魏无羡赶忙道：“他那是嫉妒，赤裸裸的嫉妒。”魏婴。蓝忘机看着他，眼神坚定道：“我信你。”魏无羡笑了，勾上他的脖颈：“蓝湛，你能不能亲亲我？”蓝忘机拿下他的一只手，细细密密吻得仔细。魏无羡觉得有些微微的痒，轻笑道：“韩光君是听不懂，还是故意？怎地亲手？”蓝忘机却是不答他，本来轻柔的吻着，突地张口一口咬下。“啊，蓝湛，你是狗吗？怎地咬我？”魏无羡惊呼一声，别说蓝忘机这一下，真让他从心底感到恐惧。应该说，凡是张嘴咬人的，都让他想起狗这种东西。蓝忘机重重咬了他一口，听魏无羡叫的夸张才放开。魏无羡要被他吓出泪来，想抽回自己可怜的手，蓝忘机却是拉住不让。魏无羡试探性问：“蓝湛？”蓝忘机拉着他的手，抿了抿唇才开口：“他抓着好久。”魏无羡张大了嘴巴，蓝忘机抓紧他的手，眸色有些不悦，道：“我的。”这样的蓝湛太太太可爱了，要人命啊！魏无羡笑笑凑上去：“你的，你的。”说罢，用另一只手点了点自己的唇瓣：“不止手，这里也是你的，全部都是你的。”蓝忘机的唇便贴了上来，他配合的轻起唇瓣，方便蓝忘机进入，一改先前的粗暴，很轻柔，很缠绵，勾上魏无羡的舌尖，一阵吸吮。魏无羡软软的腻在他的怀里，嘴上极力的回应着他，彼此一阵亲吻搅动，弄出啧啧水声，听得魏无羡脑子发热，不住的发出舒服的呻吟。唇瓣分离的空隙，魏无羡低喘着，一声声唤他：“蓝湛，蓝湛。”温热的呼吸浮在面上，那比平时低磁了几分的喘息，恳求着他。蓝忘机没给他过多的时间，又满足了他，给他一个更深更绵长的吻。魏无羡浑身都燥热起来，在人怀里不安分的扭动，脑子越来越猛，只想要更多。脑子恍惚间，手下用力一抓，蓝忘机的衣襟露出一截胸膛，本应白如美玉的肌肤上，如今清晰可怖的疤痕烙在那。他低下头去，虔诚地吻着，唇瓣顺着疤痕上的太阳纹线条细细描绘。“蓝湛，你不好奇这伤怎么来的吗？”魏无羡呼吸吐息在蓝忘机的胸膛之上，泛起些微痒意。“我原先在相同的地方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伤痕，想必这也是因为我。不难猜出，那些界边想来也是。”蓝忘机却没给他再说下去，一把抱住了他，手下禁锢得紧紧的。“魏婴，定出自我本心。伤痕也好，界边也罢，若是为了守住怀中之人，所做一切定皆出自本心。”魏无羡此刻什么也说不出了，心中满溢着的温暖都化为唇上一吻。叩叩叩，一阵敲门声打破了两人的温存。蓝忘机停下，给他擦擦嘴角的口液，道：“该还是精灵，今夜来3次了。”魏无羡神色复杂，蓝忘机又道：“他很担心你。”魏无羡苦笑了一下，
摇了摇头。我现在还没办法面对金陵和江城。他先前不知道的时候，对他们那些态度，现在一回想，是多么的厚脸皮呀！他从蓝忘机身上起来，向床内侧一滚，将脸埋到床褥里，恨不得找个洞躲起来。蓝忘机没他办法，理了理衣服，才去开门。金陵看还是蓝忘机开的门，问他：“韩光君，魏无羡。”蓝忘机摇了摇头，示意不见。金陵欲向房间里看，可是蓝忘机挡在那里，想着刚才魏无羡那样子，他心下觉得不能就这样，一定得说清楚。顶着韩光俊这巨大的压力，金陵不管不顾向里面大喊：“魏无羡，你听着，我父母的事都是有原因的，我现在也说不清楚。但是我和舅舅现在都很好，真的很好，也不需要你再钻什么牛角尖，自怨自哀的，你听到没有？”说罢，金陵不安地看了眼蓝忘机，见那人还是那副冰冷的模样，赶紧道了声：“我说完了，打扰了韩光俊。”说完便快速跑开了。蓝忘机关了门再过来时，魏无羡还那样埋着头，他便过去坐下，摸着他的头，给他顺着脊背揉。魏无羡低低地笑了声，真是金子轩和师姐的儿子，又傲慢又温柔。他翻了个身，抱着蓝忘机的腰，道：“蓝湛，我今天好伤心，你安不安慰我？”“如何能安慰你？”魏无羡顺着蓝忘机的身上爬，蓝忘机搂着他，让他支撑起来，他便亲了亲蓝忘机的嘴角，又喘着温热的吐息。“蓝湛，你多亲亲我，你亲我，我就感觉好受一些。”欢迎加入本频道会员，听完整版故事。蓝忘机怕压着他难受，撑起来一些。魏无羡全身松软，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只侧过头，在蓝忘机发红发烫的耳垂轻轻吻着。良久，蓝忘机感觉到他的呼吸越来越平稳，才出声：“魏婴，要沐浴。”魏无羡迷迷糊糊的道：“好，蓝湛，我好困，你先让我睡会。”蓝忘机试探性的问道：“我帮你洗。”“蓝湛，你怎么这么好？我爱死你了。”然后便昏昏沉沉睡去。蓝忘机小心的给他清洗，看着自己落下的印记，耳根都红起来，心下有种说不清的满足感。洗净后，将魏无羡抱上榻，紧紧的将人拥入怀中，在人额前轻轻的落下一吻，便也一齐睡去。第二日，魏无羡悠悠醒过来，发现身边没人，再看天色已不早，便也起身。这客栈也是大，前面一栋是酒楼饭厅，后边几栋用作客房，用矮墙搭了小院隔开。因还抓了个犯人，恐多生事端，欧阳子珍用欧阳氏的名字直接包了一栋下来，现下整栋楼加个小院，就只有他们自己人几个。魏无羡出来的时候，正巧遇上了蓝思追，关心了一下他的伤势，便上去揉他的头。少年其实身高已然比魏无羡还要高出一点了，还是顺着他，故意低着头让他捣乱自己的发。“哎呀，我从前种的小阿院，如今都这般大了。”看昔日的小孩，如今已成长为温文尔雅的翩翩公子，魏无羡不禁感慨：“你这死小孩竟然不告诉我，只是不想让魏前辈挂心罢了。”蓝思追笑着道：“阿院只想魏前辈这一世能忘却前尘，只为自己想怎么活就怎么活。”魏无羡又感动地再揉了揉蓝思追的头，之后两人一同走着，经过长廊，看到江城独自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，背对着他们。魏无羡顿住了，想了会，对蓝思追道：“思追儿，能不能去帮我要壶酒过来？”蓝思追自是愿意去了，看日光洒落下来，却透不过树梢繁叶，细细密密隔挡一层又一层，再落到江城一身紫衣上，投下了几分阴影，竟生出几分孤寒。魏无羡抬步走过去，没出声，没隐藏气息。江城不曾回头，道了句：“来了。”阴影几乎遮住了他的侧脸，让魏无羡看不清他的表情，也是不敢故意去看，垂着眸坐到一边，嗯了一声，两人谁也没有再开口说话。内心挣扎许久，终是魏无羡先开口打破沉默：“江城，我了。”之后却是也不知道该接哪句话，倒是江城受不了，手下紧紧握着拳，道：“够了，魏无羡。”他们之间前尘往事早已说不清谁的是与非，谁的对与错。我和之前的那个你说好了，往事已接过，不必再提。魏无羡沉默不言，内心一阵苦涩，那可是一条条人命啊，接得过吗？似看透了他，江城舒出口气，道：“我也对你起过杀心，便当悉数两清。”魏无羡对上江城的视线，眼前人眉头习惯性紧锁，增添了威严，面上棱角分明，被岁月打磨出了痕迹，
但抛开这些，心里是否仍然有个对他勾肩搭背的少年，沉在云梦的莲花池里，别扭地对他大叫，却又对他笑。魏无羡恍惚出神，直到江城有了动作，才发现面前石桌上摆着一壶酒和2个酒杯，只是刚才被江城挡着，自己又满腹心事没注意而已。江城拿起酒壶，给2杯子满上，放了1杯到魏无羡面前。魏无羡心下一笑，拿起那杯，江城也拿起1杯，两人对杯一饮而尽，千言万语都不必再言。金陵经过时，看到两人坐在院里喝酒，兴高采烈地跑过来。魏无羡对他的头揉了又揉，金陵面上不满道：“你别老揉我头。”“是，金宗主。”说着手也没停下，继续揉。江城又问他：“那男人我带回去查便好，事情解决了，你之后有什么打算？”魏无羡想了一下，道：“也没事，这儿离云梦近，我带蓝湛到云梦逛逛。”江城翻了个白眼：“告诉你，莲花坞你的房都拆了，没你的位置。”魏无羡切了一声：“我也不去莲花坞，爷现在可不一样了，也要在云梦大逛特逛，住遍云梦最好的客栈，吃遍云梦最好的酒楼。”江城扔了一个东西到他怀里，魏无羡拿起一看，是他以前最熟悉的东西——云梦江氏的通行谕令。就听江城道：“在云梦吃甚住甚，拿去记账。”又冷哼一声，继续道：“别成天花别人的钱，让人小瞧了去。”江城，魏无羡握着那谕令，张开手就要去给江城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江城像见鬼了般闪开：“魏无羡，你他妈别过来，恶不恶心？”金陵有些不好意思，挠了挠脸，道：“那个，上次给你那块，再来临也可以这样用。”上次清谈会时，金陵给了魏无羡一块通行谕令，事件解决了之后，并没有收回去。听到金陵这么说，魏无羡心里一阵感动。“金陵，你怎地也这么好？”“金陵好，你他妈抱我作甚？魏无羡，你他妈别过来！”蓝思追拿着酒回来的时候，看到蓝忘机站在廊下，目光柔和地看着中庭，循着视线望去，庭院被日光照得金灿灿的，魏无羡和金陵、江城一起在闹在笑，风吹叶动，伴着叽叽喳喳的鸟叫声，欢声笑语，好不热闹。蓝思追问：“韩光君不过去吗？”只见蓝忘机摇了摇头，年少时他便这样，只喜欢在一旁看。魏无羡是那样鲜活的、热烈的，无论在哪都是焦点，而他并不想让自己的清冷打破那个人的热情。但魏无羡这下发现了他，兴高采烈地对他招手：“蓝湛，你快过来！”一如记忆中的少年，趴在案几上对他道：“蓝忘机，忘机兄，蓝二公子，你看看我呗。”而他不自觉的就会看过去，正如现在这样，没多想就迈开步子向那个人走去，迎着魏无羡的笑容，沉溺于其中。蓝忘机现在就是后悔，非常后悔。魏无羡这个人，只要得了去了，管他傻狗屁从牵手开始，傻狗屁蓝湛还小，统统不顶用。自从几日前在巴陵，两人逾矩的酱酿后，魏无羡时刻惦记着要对蓝忘机亲亲挨一番，晨起时更是用各种办法骗他过去。蓝湛，魏无羡声音细细微微的唤他，蓝忘机以为他是梦魇了，过去轻揉他的脸，谁知一个不小心，竟被魏无羡翻身压在身下。就见那人眨着一双桃花眼，一脸坏笑：“韩光君可落在我的手里了。”说罢便去解他的腰带。蓝忘机看着跪在他两腿之间的人，勾起嘴角笑的皎洁。他制住他的手：“别闹！”可魏无羡拉着他的手往自己身下一送，不满道：“韩光君，我是个男人，早晨有点需求很正常吗？”加入本频道会员，听更多完整版小说，